饮食话文化。第二课，餐桌上的吉祥话。这些菜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对华人来说，在重要的节日还有新年的时候，我们几乎都要和家人一起过节，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大餐。过节的时候吃的菜也非常重要哦，常常都代表着吉祥、平安、幸福的意思。希望一家人吃完这一餐，可以一整年都有好运气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，在餐桌上要吃哪些吉祥菜，说哪些吉祥话吧。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吃饭，我就很高兴的，还准备那么多的菜。奶奶，这些菜可不是随便准备的哦，每一样都有特别的意思呢。我知道，猪脚面线代表长寿的意思。那鸡肉呢？鸡的台语发音是鸡，全鸡就是全家的意思，就是全家福哦。那花生呢？吃花生，好事会发生啊！台湾话还说假头刀，瓦告捞捞捞。那为什么要吃白色的萝卜啊？白萝卜就是彩头，吃了会有好彩头哦。等一下吃完了饭，还有平平安安的苹果和事事如意的柿子哦。哇，姐，你太会说吉祥话了。猪脚面线，很多人都习惯在生日的时候准备猪脚面线，因为猪脚代表健康，吃了猪脚就可以走很远的路。细细长长的面线则代表长长久久，希望可以活得很长寿。鸡肉，除了吃猪脚面线有健康又长寿的意思以外，鸡肉也是常常吃的一道菜。很多菜会让大家觉得很吉祥，大部分是因为它的发音和吉祥话的发音很像，所以吃了这道菜就会带来吉祥的好运气。比方说这个鸡肉，一整只的鸡又叫全鸡，在闽南话里面念作全家，跟全家人的全家发音是一样的，所以吃了全鸡代表全家都会幸福顺利。白萝卜，白萝卜又叫做菜头，听起来跟彩头的发音很像，所以吃了白萝卜就会有好彩头哦。花生，花生的发音跟发生很像，所以吃了花生就希望好事会发生。还有花生又叫长生果，大家相信吃了花生也会长寿，所以闽南话里面也有一句话说吃头刀吃到老老老。鱼也是非常有名的吉祥菜，因为它代表年年有余。古时候的人常常担心食物不够，今天把东西吃完了，明天就要饿肚子。要是东西很多，不但今天可以吃饱，还可以把食物留下来，以后再吃，不怕饿肚子，那就太幸福了。鱼的发音跟鱼一样，所以有鱼就是有余。在除夕夜，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晚上，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吃鱼，因为有鱼就是有余。吃鱼的时候
不可以一次就把鱼吃完，大家会先吃一半，然后把另一半留到第二天，也就是新的一年再吃。这样子去年有余，今年也有余，就代表年年有余了。这是一张在新年的时候看起来很喜气的画。画里的孩子抱着一只红色的大鱼，代表着年年有余。苹果，吃苹果就会平安。苹果的平和平安的平发音一样，所以吃了苹果代表平平安安。柿子，吃柿子就会事事如意。柿子的柿和事情的事发音一样，吃了柿子代表事事如意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橘子，吃橘子就会大吉大利。橘和吉利的吉发音很像，所以吃了橘子代表大吉大利。凤梨，吃凤梨好运旺旺来。凤梨的闽南话叫做翁来，这个发音听起来很像旺来，所以吃了凤梨代表好运气会一直来哦。因为凤梨代表好运旺旺来，所以做生意的地方，比方说市场、商店或是餐厅，都喜欢装饰凤梨，希望生意好，客人会一直来光临。可是有些地方却不希望有很多客人，比方说警察局或是医院。要是那些地方的生意很好，不就是很多人生病或是出事了吗？所以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时候，不可以随便吃凤梨哦。餐桌上的吉祥话，华人在节日和庆祝重要的日子的时候，像是过新年或是庆祝生日，都会和亲朋好友一起吃大餐。在餐桌上也常常会准备一些特别的菜，来代表吉祥、长寿、幸福或是发财的意思。比方说猪脚面线代表长寿，白萝卜代表好彩头，吃鱼代表年年有余，苹果是平平安安，橘子是大吉大利。这些吉祥菜很多都是因为它的发音和吉祥话很像，所以被大家认为代表吉祥的意思。因此，在餐桌上吃的不只是一道一道的好菜，也是一句一句吉祥如意的好话哦。你知道了吗？吉祥菜和吉祥话有什么关系？因为红色的东西看起来很吉祥，因为样子都是圆圆的，因为它们的发音差不多，因为它们的发音差不多，听起来有吉祥的意思。哪一个东西吃了有事事如意的意思？苹果、柿子、凤梨。柿子，柿子的柿和事事如意的事发音一样，所以吃柿子是事事如意的意思。在医院工作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吃什么？凤梨、花生、橘子。凤梨，因为凤梨在闽南话里叫做翁来，是生意很好、客人很多的意思。要是医院的客人很多，
就代表很多人生病了，所以在医院工作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吃凤梨哦。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不可以一次就全部吃完？猪脚、鸡肉、鱼。鱼，因为鱼代表年年有余，每次吃鱼都留下一些，代表有吃不完的食物哦。